穿上纱丽，印度女性的自信自然展现，万种风情各有韵味。纱丽号称印度国服，不过材质和编织手法却有极大不同。上等纱丽的原料可是十足费工。抽丝机快速滚动，每台上头都有好几卷纤细蚕丝。闷热狭小的工作间，女工们熟练地从水里拉出线头，挂上机器，丝线拉动着泡在热水里的蚕茧，一上一下地跳动着。What they do, they're doubling, making one thread out of 2, 3, winding, rewinding. Then they will sell it to the weaver. Weaver, they dye different colors, and then they weave. 卡纳塔卡邦南部的麦索尔是印度的蚕丝重镇，早在1780年，蚕丝业就在这里兴起。印度每年可以生产大约2万公吨蚕丝，光是卡纳塔卡邦就有9000公吨，占了全国产量的45%。炉灶里不停添加柴火，确保水温够热，一篮一篮的蚕茧往滚水里倒。工作人员用小木棍不停搅拌，要把蚕茧煮软，容易取丝。手法熟练快速，倒像是面摊老板在煮面。ಇದು 1 kgಗೆ 800 ರೂಪಾಯಿ. ನಾವು ಅಲ್ಲಿಂದ ತಗೊಬಂದು ಮಾರೋದಕ್ಕೆ ಇಲ್ಲಿ ಬಿಡಿಸೋದಕ್ಕೆ ರೇಷ್ಮೆ ಮಾರೋದಕ್ಕೆ 8,000ದಿಂದ 9,000 ಬೀಳ್ತದೆ. 蚕茧和蚕丝的价差看似惊人，但1公斤的蚕丝得要用将近10公斤的蚕茧才能做得出来。市面上价格不菲的蚕丝纱丽，对第一线的劳工来说根本赚不到利润，也因此要找到愿意留下来的人也越来越困难了。不过，为了把利润极大化，每个蚕茧都要用到极致，来不及破茧而出的蚕蛹晒干后可以卖出当饲料。而这些废弃的丝线虽然品质不够好，但多抽几次也还勉强堪用，会用次极品的价格出售。If they have a laborers, they do. If they don't have the laborers, then they will sell to other people. They will come and buy it. They clean it, then they're making thread. Then you see like this. 好，我们刚刚看到做出来的这个丝绸呢，今天的市场价格还不错，1公斤可以卖到9000块的卢比，所以他们现在一包大概有40公斤，准备要再到市场去卖。我们往麦索尔南部继续走，来到制丝产业的最源头。这里的农人沿着道路两侧种满了桑树，因为得大量喂养他们的小金主。If they bring the egg, so then 10 days they have to wait. The egg has to come hatching. Then the worms are where it looks like an ant. They have to chopping the leaves, feeding. 蚕宝宝吐丝结茧就是他们的采收日，蚕主人会聘请临时工，从竹筐中把蚕茧依照大小、品质分类，再运到市场拍卖喊价。20,000. 染色编织后的精致丝绸亮眼夺目，穿在身上自然尊爵不凡。只是这一身华丽服饰承载着印度的千年文化，也织进了社会阶级。每条细丝都是被呵护着拉拔出来的。